江大丫，你爹死了，你娘跑了，赶紧把你爹的家产交出来还债。过几天给你找个人嫁了，换2两银子，大家都省心。没有刀，没有枪，我这是在哪儿？自从末世降临，你们就跟我了。这些年你们辛苦了，这次该我来了。队长，不要死，我们一起死！都给我好好活着！大梁朝江沙村江大丫，爹8天前死了，娘昨天改嫁了。老大，你弟头七都还没过，你就来扒房梁，你还是人吗？老太婆，这哪有你说话地方？你一个续席，老三都死了，你还不赶紧滚出江家？我虽是续席，但也是上了族谱的。老三虽说不在了，可他有儿有女，你凭什么撵我走？死老太太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把我惹急眼了，有你好果子吃的。系统面板，没想到穿越者福利居然是真的，那我可不能辜负了。小贱人，你不说话哑巴了？赶紧带着这死老太婆和这赔钱货滚出去！滚出我家，否则就不要走了。你嚣张跋扈的时代过去了。你找打，死丫头片子！就凭你们想收我家的房，撵我奶奶跟弟弟走，你们也配？你个丫头片子，敢打长辈，你反了天了！打你！再不滚，我还宰了你！死丫头片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这具身体怎么这么弱？好饿！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我没事，就是太饿了。大丫，把他们得罪了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老婆子我倒是不怕，大不了一死，可你们还小啊，都怪我没用，护不住你们姐弟。阿奶，这不怪你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欺负我们了，以后日子也会好起来的。阿奶，明天一早我进山。山里有野物，你爹就是在山里出的事，你一个丫头。阿奶，家里1粒粮都没有了，我得去找活路。放心吧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还是新鲜的，我肯定就在附近。还不错，至少有2斤。这是野生党参，而且品相不错，应该可以去系统商场兑换积分。这些全卖，大的野兔和野鸡留到镇上换银子，小的今晚吃。先把饭备上，50斤糙米，2斤盐，再换个背篓。行了，回家。那不是江老三家的大丫吗？这丫头片子还能打到野鸡野兔？哎呦，大丫，你这兔子哪儿来的？山上打的，让婆婆看看肥不肥。大丫，婆子家里好几张嘴，你匀一只给我，
我给你钱。多少钱10文。赵婆婆，你要是想买，按镇上的价来，200文一只，2只全要的话，算你390文。你咋不去抢？你这兔子是山上打来的，没花本钱。没本钱，那你咋不自己去？大丫，你这话说的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一个小辈在这里跟长辈讲价，传出去不好听吧？钱婶子，我姓姜，他姓赵，八竿子打不着，他算哪个长辈？今天我话放在这儿，我不欺负人，但谁也别想欺负我，想占便宜，趁早死心。你这死丫头，嘴巴这么毒，看以后谁给你说婆家？关你屁事！大丫，你没受伤吧？这都是你打的。奶奶，我爹下葬的时候，村里几家叔叔都帮忙了，给他们家送点兔肉，也算是感谢他们之前帮忙。大丫，咱们就这几只兔子，全送出去，咱们吃啥？这只小的自己留着，大野兔和野鸡处理好，砍成肉块送人。还有这么金贵的细盐，得要多少银子啊？我今日多猎了2只野兔，到镇上酒楼卖了点银子，就买了糙米和盐。好，我的大丫懂事了。奶奶，小牛，坐下吃。大丫，你吃，你进山累，多吃点儿。奶奶，我们一起吃。你那个好侄女，打了3只兔子，满村送人，就是不给咱们送。这个赔钱货！你明天去他家，让他把兔肉拿出来。昨天不是才去过，那丫头下手差点把我打死。你个怂蛋！你要是不去，我自己去。我不仅要兔肉，我还要把他们撵出去。居然是一整片野生3七，这玩意儿贵得离谱。换算成银子就是11两，不过不着急，等到时候去镇上看看药店看看再说。是时候回去了。那死丫头不在，那咱们改天再来。那死丫头回来了，还能抢得到地契？你们来干啥？老太太，昨天大丫打了兔子，到处送人，偏不送我家，啥意思？姜老三死了，家产就该归他大哥。你们祖孙仨霸着东西，不怕折寿？你们快出去，不然我叫人了！你叫破喉咙，看谁来帮你！你们别欺负我奶奶！小杂种，滚一边去！你先把盐拿走，我去屋里翻地契。你锅也拿走。小牛，哼，叫什么叫？他自己摔倒的。活该，敢跟老娘斗！
你可回来了。小牛，姐回来了。姐，你的事，姐会想办法。奶奶，忍着点儿。敢动我的家人，不能去，他们人多，你一个丫头。奶奶，这世上我只有你和小牛，他们动你们，就是动我的命。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哟，赔钱货来了，来给老娘磕头认错。你看什么看？老娘告诉你，你家的东西，老娘拿了就拿了。你推我弟弟，用的是哪只手？我问你，用的是哪只手？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。你敢！我儿子庆山是读书人，族长不会放过你。那又如何？哪只手？右手！你推我奶奶用的哪只手？不是我，是大嫂让我干的。我问的是哪只手？明天之前，我家的锅、盐、粮食一样不少的送回来，少一样就不只是。村长，大丫，你咋来了？我要断亲。周氏那个人，我早就想收拾他了，但我是外姓人，管不了江家的族内事。断亲的事，你得找族长。我想请村长跟我一起去。行，但丑话说在前头。族长江才茂知道江青山在镇上读书，都指望他能有出息。你去了，他未必向着你。所以我才来找村长。行，这事儿我管了，你先回去。明日一早我去找族长，祠堂见。江大丫，你闯进长辈家里，长辈抢东西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昨日周氏、刘氏闯空门抢夺物资，又是将张氏打脱臼，将8岁的小牛打破头，请族长主持公道，而且我要断亲。周氏，你打了孩子？我没有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才茂哥，这周氏和刘氏上门东西还打人，这事儿放在哪朝哪代都说不过去。德厚，这是江家的族内事，我来处理就行。我是江家村村长，大丫是江家村村民，村民来找我，我不能不管。此事双方都有错，依我看，此事就此接过。至于断亲的事，我不同意。好一个就此接过，好一个不同意！你身为江家族长，不分是非黑白，当真能够服众？你在教我做事！你们老弱孤寡的，断了亲谁来照应？你大伯二伯再不济，
也是你爹的亲兄弟。族长，我爷爷在世时就已分家，单子上写的明白，我爹名下田5亩地3亩，宅基地1处。我爹不在了，这些该由我和小牛继承。你早晚要嫁人，你弟弟才8岁，所以田产暂由九族来管，等你弟弟长大了再还给他。族长，大梁律法规定，父母不在，子女继承家产，女子未嫁也有继承权。你跟族长讲律法，你懂个屁！呵呵，才茂哥，这律法你不会不知吧？族长，我爹名下的田产地迹交还给我，断亲书你作保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与江大柱、江二柱两家再无干系。周氏和刘氏伤我奶奶和弟弟，赔偿500文或等值粮食。田场地迹可以给你，断亲书我可以作保，但赔偿不能少。族长，若是觉得500文多了，那我们现在去县衙，让县老爷来定。行，500文，一分不少。田场地迹今天之内给你，断亲书我现在就写。村长，谢谢主持公道。奶奶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去镇上。这会儿去镇上，小牛的头不能等了。小牛头上的伤我其实能治，但原主什么都不会，突然说会治伤，张氏就算勉强接受，心里也难免起疑，所以只能去医馆走个光场，正好也看看这个时代的医术如何。若不行，我再自己出手，顺道把挖的药材变现。怎么了？麻烦大夫帮我奶奶看一下伤。带着孩子进来吧。这是被什么打的？木棍，能治吗？这伤口太深了，这种伤只能敷上金疮药，听天由命了。如果能把伤口缝起来，是不是就能活？你是说像缝衣服一样缝伤口？对。老夫从未听说过，不过倒是有些道理。难道你会缝？会。行，你试试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出了事，我这医馆不担责任，药费和诊费该收还是要收。我自己担。总价53积分，兑换。大夫，借我1盆热水，1把剪子，1块干净的布，1碗略酒。小牛，忍一忍。大夫，金疮药的钱、诊费，加上借你的东西，一共多少？丫头，你这手法谁教你的？我爹。你爹是谁？免贵姓林，是这间医馆的掌柜兼大夫。老夫想拜访他。我爹死了。诊费加金疮药300文。林大夫，我用药材抵账，行吗？这些药材都是好东西，你在哪儿挖的？山上。林大夫，那你觉得这些药材值多少？总共4两银子。对了，丫头，你刚才那个缝伤口的手法能教我吗？如果你肯教，这些药材我全买了，给你5两银子，再加10两银子学费。这时代外有战乱，多一个人学会这医术也是件好事。林大夫，这手法我可以教。好，好，好。丫头，你这法子
能救多少人呢？林良，林大夫，拿2副伤药。啊，你说朝廷这次能挡得住吗？挡个屁！北边3个县城已经丢了，咱们这些被征去守城的，不就是去当肉盾？啊，嘘，小点声。大丫，咱们走吧，小牛睡着了。姑娘，你买这么多粮食是家里人多？3口人。也对，现在能多囤就多囤，北边在打仗，粮价一天一个样。谢谢掌柜。买2床棉被。姑娘，这是要办喜事？不是，搬家。嫂子、大丫、小牛，你们去哪儿？来上车一起回村。大三叔，三叔公好。这是原主的三叔公江才全，算是整个村里除了奶奶和爹爹以外，对2个孩子最好的长辈了。小牛这头是咋了？快上车跟三叔公说说，我这次出去啊，特意给你们带了番地瓜，回头啊，我分点给你们，到时候让老三帮我种上，来年收成就可以吃了。这几天，江大柱和周氏当真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等我回村去收拾他们。三叔公，不必麻烦了，我们既然断亲，就不想再有任何关联。你们好好歇着，三叔公有时间来看你们。谢谢三叔公。成了。来了。空间虽然才1立方米，但暂时够用了。大丫，这是你打的？姐，好大的野猪！奶奶，小牛，我今天运气好，等会儿留点自己吃，给三叔公拿点儿，剩下的明天和三叔公去镇上买了。好，大丫长大了，有主意了。奶奶帮不了什么忙，但是奶奶支持你。奶奶，你老了，孝敬你是我应该的。大丫，伯娘来看你了，我给你们带了点红糖。你打了野猪辛苦了，喝碗红糖水补补身子。大丫，伯娘是来给你道歉的，但是咱们毕竟是亲戚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滚！你这丫头，我都低三下四来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还不滚！死丫头，你给老娘等着！你早晚有求老娘的一天！
姑娘，后门不收散客。我不吃饭，我卖野猪。啊，掌柜的，你快来看！姑娘，这野猪是你打的？是。姑娘，给你12两怎么样？哎，姑娘，你倒是说个价啊！60两。姑娘，你知道60两能买多少头猪吗？北边在打仗，粮价5天翻了1倍，肉价呢？45两。成交。不知姑娘芳名？江醒。江醒姑娘，以后要是再打到野猪，直接送到我这儿来。其实我空间里还有一头野猪，大概100斤，是昨天我打死大的这只后窜出来的。解决完后，我顺手邮进空间里，打算留着吃。掌柜的，白面多少钱1斤？35文。上次不是8文吗？姑娘，那是之前了。糙米呢？28文。粗盐呢？60文。掌柜的，仗打到哪儿了？永州全境丢了，离咱们这儿不到200里。给我50斤糙米，20斤白面，10斤粗盐。姑娘，你买这么多？我怕明天买不到了。总共2两7钱银子。买零食不保险，我需要再去搞一些积分，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在商城里面买。三叔公，今天辛苦你和我忙一天了。嘿，大丫客气啥？三叔公先走了，看到你好起来了，我也高兴。奶奶，我们该走了。往哪儿走？南边，往南走80里到安水县，从安水县坐船渡江，江对岸是平洲，到了那儿就安全了。什么时候走？我多打点猎物，攒点粮食，我们就走。大丫儿，这个你拿着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会带你们活着走出去。姐，我也要帮忙。大丫，你跟叔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要走了？是。我猜到了，你把你奶奶和你弟弟安顿好，别让他们吃苦。村长，你也走吧。粮价一天一个样，而且叛军的前锋离这儿不到200里，很快就打上门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知道了，不过叔做了一辈子的泥腿子，家在这里，如何能够说走就走？这3天时间，我每天都在进山，每天都有收获。现在一切准备好了，差不多是时候离开了。不过得先去找一下三叔公。三叔公，我们要走了。这是我年轻时候跑操秧用的，你拿着肯定有用处。三叔公，你不走吗？我这把老骨头就不拖累你了，照顾好你奶奶。这把刀你拿着，路上用。三叔公，去吧，别回头。大家都起来！北边的兵败了，叛军就要打过来了，所有人到村口集合，跟着官军往南撤。奶奶，起来，要走了。丫头、小牛，你们在不在？三叔公，我们在。车上给你家留了地方，东西搬上来。走吧。大柱怎么还不回来？这都去了1个多时辰了。你家青山在镇上读书，清月在隔壁镇绣坊学手艺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哪能这么快？都别磨蹭了，天亮前必须出发，不等人的啊！村长，再等一会儿，我家大柱去接青山和清月了，还没回来。不等，你愿意等你自己等，全村几百口人不能陪你等。大家别慌，朝廷说了，到了南边会安置大家，咱们先去府城跟大部队会合。到了府城之后呢？之后朝廷会安排到哪儿去？我听说江对面也不太平，叛军要是过了江呢？三叔公，你怕不怕？怕。三叔公也怕。你三叔公活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不知道明天在哪儿，能不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我姐在，我姐什么都会。再过10天半月，夜里怕是要结霜了。起来！大丫，小牛8岁了，还没有个大名，你看是不是该给他取一个？
小牛，我给你取个大名好不好？好呀。小牛以后你就叫江西侃。西侃是什么意思？西是希望，侃是正直从容。江西侃，江西侃，好听。以后要听你姐的话。姐说什么我都听。青山、青月，我的儿啊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娘，有水吗？渴死了。月儿，你累坏了吧？快歇歇。镇上空了。什么叫空了？我到镇上的时候，城门已经关了。守城的兵丁说，知府大人已经跑了，镇上不设防了，老百姓自己想办法。大柱，你还看到什么了？官道上全是人，他们说叛军已经过了永州，前锋离青州府不到100里了。100里，那岂不是3、5天就打过来了？所以咱们得赶紧走。必须加快速度了。叛军进了李家村，抢东西、烧房子、杀人。李家村离咱们江家村才5里地啊！我不知道。人活着比什么都强，往前走，活着才是正理。咱们的粮食还是省着点儿，明日开始挖野菜搭配着吃吧。等到了府城，看能不能买粮食，我到时候再去买点粮食。府城到了。能进城。村长，是不是不让进城？能进城，但有限制，一户家人只能进去2个人，必须在酉时之前出来，不出来，守城兵丁直接处决。一户只能进2个，酉时之前必须出来。现在都申时了，大部队酉时准点出发，赶不上怎么办？都别吵，听我说，大部队酉时准点出发，进城的人必须在酉时之前出来跟上队伍，赶不上的自己负责。姐，买肉。知道了，小牛，照顾好奶奶，帮着三叔公看好车。酉时之前，我肯定回来。酉时之前出来，否则刀枪不长眼。哪家的？江家村，就我一个。别。糙米38文，白面45文，粗盐90文，不讲价。又涨了，给我来10斤糙米，5斤白面，3斤粗盐。您拿好。老板，给我来5尺布。好嘞，您要的布来了。大号厚棉袄3，肉10斤白面，10斤粗盐4，防水的油布1斤。姐，你买了啥？粮食、盐、布，还有肉。奶奶，姐买了肉。醒儿，花这冤枉钱。不冤枉。买齐了。齐了。江大柱家这是把家底儿搬出来了，这么多粮够吃几个月？吃，不被抢就不错了。爹，才不外露，快走！怕什么？有官军呢。族长这是在护他家，也是在沾光。可真要抢，多一家人也拦不住。所有难民集合，准点出发。南迁分3路，岭南走东，中南走中，西南走西，西南最远，约3个月。3个月，那得多远？粮食够不够？凭什么咱们去西南？是不是搞错了？3个月，我家青山还要读书。别哭了，西南就西南，3个月就3个月。江家村什么灾没挺过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3个月。三叔公，你怕不怕？不怕，你姐在，什么都会。我姐什么都会。穿上，路上冷。醒儿，累不累？不累。三叔公，走吧。省着吃，3个月呢，野菜不要钱，多挖点儿。吃快点，别让人看见。
大猪买了不少啊。族长，青山说路上得多吃肉。不错，爹，少煮点肉。怕什么？还剩10两银子呢。不是怕买不起，是怕被人盯上。有官军呢，谁敢抢？从今晚开始，得守夜了。都让让！什么味儿啊，臭死了！听说是永州来的，一家秀才，一家商商，有钱还跟我们挤一块儿。反正跟咱没关系。你们也累了，歇着吧。小姐，那位公子还在看您呢，别胡说。哥，你看上了？别瞎说。这什么破地方，一股牛粪味儿！小姐，粥好了。你都没洗干净，这么烫，想烫死我！小姐息怒，小姐息怒，滚！宝珠，烫了就凉凉，别摔东西，路上没处买。哼！再煮一碗，凉温了端来。是。这些泥腿子真脏，跟你们同路，倒8辈子霉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有钱了不起？就是了不起，怎么了？别惹事儿，咱惹不起。你们长根生！粮没了！谁偷了我家的粮？谁干的？老子剥了他的皮！全杀的贼，断子绝孙啊！军爷，有人偷粮做主啊！谁偷的？不知道，你一个个搜。上千口人，怎么搜？证据呢？军爷，你不做主，我不松手！松手！官军打人了！官军打人了！闭嘴！谁让你们大摇大摆煮肉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有粮？老子带路不是当保镖，再闹，滚出队伍！爹，算了。姐，大伯家要饿肚子了。你很高兴。以前他们欺负咱家，活该。好了，该启程了。今晚的风小了些，但更冷了，冬天要来了。江青山半夜还在看书，不对，翻书频率不对，一夜只翻了很久。读书人的心思，我不懂，也不想懂。在这条逃荒路上，粮食比姑娘重要，刀比书管用。奶奶，喝口水。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奶奶，我给您揉揉头。乖。三叔公，您又抽旱烟了。三叔公，烟丝不是没了吗？又有了。哪儿来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风刮来的。吃饭。要下雪了，老姜和一草得赶紧找机会从商城买出来，然后找个荒山假装挖到。醒儿，看什么呢？要变天了，山叔公，怕是要下雪。看这风向，前面要是能找到个背风的山坳，今晚还能扛；要是找不到，奶奶，腿疼吗？不疼，年轻的扛得住，老人腿脚不行了。三叔公这几天上下车都要扶着车沿，一直这样下去绝不是个办法。这些日子下来，所有人都被蜕了层皮。李家村领头的李老四眼窝深陷，6口人只靠着半袋糙米掺野菜吊命。王家沟更惨，已经病倒了5、6个人。队伍中过得比较滋润的，目前也只有刘木匠和张根生2家了。你那猪肉能放多久？腌透了，放2、3个月绝对没有问题。到了西南，这就是咱们的本钱，不怕被偷。谁不怕死，就来试试。变天了，快走，找背风的地方扎营。
三叔公，前面有没有风的地方？看那2道山梁，北高南低，中间若有弯口就能挡。走一步看一步。今晚就在这儿过夜，风大不走了，明儿看天再说。三叔公，就这儿了。会跳。三叔公，您去割点干草给牛备料，再编个挡风的草帘。奶奶，您和小牛守好车和粮食，我去砍柴。姐，我帮你。风大，别乱跑。得把商城买的姜拿出来了，够吃半个月了，不能全拿走，留一线，别人有口吃，我就少一分被抢的风险。丫头，你这背篓里装的啥？野姜和栗子，上面有几棵树，地上落了好多。栗子多不多？多，够捡的。山上捡栗子了，还有野姜。姐，甜的，栗子甜。醒儿，上半夜我守，下半夜你换我。好，三叔公，刀拿着。换我了。这天要人命，要下雪了。姐，今天还赶路吗？没有御寒之物，今天若冒雪赶路，路上不知要倒下多少人。若是江家村的人倒了，奶奶必定会难过。醒儿，你待着，我去找村长说说。三叔公在村里有威望，这话由他去跟村长说最合适不过。德厚，天要下雪了，看着云层，风都不吹。三叔公，是大雪兆头，队伍里老弱病残，连件薄棉衣都没有。要是走到半路雪落下来，要出人命。您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找马队长，看能不能原地休整一天，让大家搭棚备柴。原地休整？凭什么？三叔公，你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冤夫，管什么闲事儿？你如今天天跟着人家的大闺女吃香喝辣，身上穿着厚实的新棉袄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就不管我们这些无辜人死活了？就是，睁开眼看看我家清月身上穿的衣服，薄的简直跟一张纸一样，你身上倒穿得怪暖和。三叔公，你一个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寡老头，天天死皮赖脸跟着江大丫那个赔钱的丫头片子混吃混喝，你老脸还要不要？不嫌丢人？那死丫头片子之前卖野猪赚了一个那这些黑心一大钱，也舍不得倒贴给我们这些自家缺钱1文钱，他江大丫算个什么狗屁东西？行了，少在这儿陈芝麻烂谷子的闲话。三叔公现在说的是正儿八经关乎全村村生死的大正事儿。这天确实马上就要下暴雪了，我必须得立刻去找马队长商量什么商量？难不成你沈德厚如今天天当村长，真当自己是这儿的土皇帝？这里的大事小情全由你沈德厚一个人说了算。我是全村的村长，可不是你们江家的族长。如今走在逃荒路上，一切大事必须得听人家官差大老爷的。沈德厚，翻开族谱好好看看，论在村里的长幼辈分，你得恭恭敬敬叫我一声叔；论咱们村里的千年族规，我才是江家村只手遮天的老族长。逃荒路上王法比天大，我们沈家人可不认你们江家的族长，何况我本来就姓沈。你这个忤逆的逆子，都给老子闭嘴！吵什么吵？大清早的在这嚎丧呢！你们这些难民天天正事儿没有，屁事儿倒一大堆，烦不烦啊？马队长，您来的正好。我们江家村的三叔公这辈子看天象极准，三叔公说了，今天傍晚必有漫天大雪，小的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建议咱们今天就原地休整一天，好让大家抓紧备足柴火，搭建茅棚。否则队伍要是走到半路上暴雪压下来，家里的老人小孩怕是根本就扛不住啊。马队长，今天傍晚必下雪，若在半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要死人的。
马队长，大伙儿这走的是10万火急的桃香路，可不是来这穷山恶水游山玩水的。西南的知府大老爷们那边都还眼巴巴等着难民去安置呢。咱们要是平白无故在这里延误了1天的行程，这天大的责任要是上面怪罪下来，他们这几个下贱的泥腿子谁担待得起？钱老爷，您站着说话不腰疼？您睁开贵眼，好好去看看那一双双鞋都穿不饱，身上连件薄棉衣都没有的可怜中人啊！哼，这逃荒要过冬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他们自己平时懒惰没做御寒准备，能怨得了谁？这都是他们自己的烂事儿，冻僧活该。钱老爷您尊贵异常，坐着豪华马车，身上穿着名贵狐绸，自然是一点都不惧怕这刺骨的风雪。但是马队长身为带队的官差，要是这一路上活活冻死了太多无辜的难民，上头怪罪下来，马队长怕是也十分不好交差吧？废话少说，你们这些贱民爱留在这等死便留。总而言之，我钱家的一整队豪华马车今天必须得走。马队长，您是吃朝廷俸禄的明白人，还是由您来胜决定夺吧。奶奶，我去看看三叔公。你一个一辈子只知道在地里刨食的泥腿子，能懂什么高深的天象天气？要是今天大太阳一天根本就没有下雪，因为你一句话耽误了全队的一整天紧急行程，你这个老骨头赔得起吗？钱老爷，请放尊重些，是一辈子跟土地天时打交道的老庄稼人。三叔公看天看天气极准，你要是硬觉得他看得不准，大可你们钱家自己带着大队人马走，我们江家村的人自愿全部留下。老子分明是一心在为马队长大老爷的前途着想。你们这些不知感恩的下贱难民，从一上路开始就知道拖朝廷的后腿。这要是真耽误了西南知府衙门规定的难民到埠报到时间，上面怪罪下来，你们这群穷光蛋，谁替马队长担着？我担着。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野丫头？你是谁？你管我是谁？你说我们家三叔公不懂看天，难不成你这个浑身上下只长了肥肉的暴发户懂天象？这样吧，你现在有种就把你身上这件显白的狐袍当场脱了，就在这呼呼吹的大风口上光膀子站上1个时辰。要是过了1个时辰你还能站着在这吐沫横垂的说话，我今天就当着全村的面替我三叔公给你重重磕3个响头赔不是。但你睁开眼看看，这大队伍里200多口人命，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过得这么奢侈。你心里若真觉得这些穷苦百姓全冻死在路上也是活该，大可你自己一个人带着你们家的奴才走，这天底下没有任何人会拦着你。但是今天你这满肚子坏水的老王八，少在这儿挡着大伙找生路。马队长，在下永州秀才陈文远，依在下之见，这位江姑娘刚刚所言句句在理。如今天象确实已经生变，难民队伍之中又有极多的老弱妇妯众多，若是今天强行冒着大风耍赶路，恐真会大出人命。因此在下陈文远斗胆提议，大军原地休整1日，好让百姓们备好急需的御寒之物后再走不怠。马队长，学生江青山今日也附议陈老先生的盛名提议。外面天气严寒，若今天强行逼迫队伍在风雪中赶路，势必会导致无数人冻伤病倒。到那个时候，只怕整支大队伍耽误的宝贵时间反而会更久啊！行了，传老子的军令，全军今天原地休整1天。今天所有人一个都不许走，抓紧时间给老子各自搭棚备柴。明日一早看天意再定夺。传令下去，就地扎营。江醒，醒儿，这玩意儿好，挡风避雪呀。三叔公，咱们先给里面铺上厚厚的干稻草，外面再用这油布死死围起来。姐，里边好暖和啊！哎，你这油布还有多余的没？哎呀，江姑娘，你看你们家这大棚子搭得又宽敞又气派，这油布看起来明显就这么宽裕的很，随随便便匀一点给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呗。我家搭的那破树枝棚子现在还四处漏风呢，今晚要是暴雪压下来，夜里我们老嫂可怎么熬得过去啊？匀不了，自家要用。你这个10几岁的小丫头片子，怎么能心思这么恶毒小气？大伙如今天天在一块逃荒，都是同行的乡亲，互相关心帮衬一下，你会死啊？帮衬不了。不就是仗着有2个臭钱吗？有什么好神气的？呸！
这死丫头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死丫头不就是跟我当年同一个村嫁出去的杨翠花吗？听说这死丫头之前在青石镇卖了一头几百斤的电大猪，如今天天赚了这么多大钱，竟然连亲弟弟都不给，全贴给一个根本不挨着的旁支老头子了。翠花，杨翠花，三娘，你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？出了什么事儿？翠花，你今天绝对猜不到老娘在前面看见谁了。你当年生下的大闺女江大丫，她如今就穿得体面面，在大前头住着呢。你提那个丧门钟干什么？她早跟我没关系了，死鬼丈夫一枚，我改嫁了，各走各道。我的天爷呀，翠花，你这个蠢货怎么能这么糊涂啊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那个大闺女现在在前面的桃香日子过得多肥美。人家住的是防水防雪的油布大棚子，身上穿着的是暖和的新棉袄。老娘还听人说，那个死丫头之前在青石镇卖了一头几百斤的大野猪，整整几十两白纹银。可笑的是，人家宁可花大钱给江家村那个旁支寡老头子做新衣服，建大棚子，吃香喝辣，都舍不得给你现在怀里抱着的李家亲生小儿子花上1文钱。谁？你刚刚说谁手里面藏着整整几十亿两白花花的银子？娘，没谁。你说清楚，谁有银子？江醒，走，翠花，跟我带上老大老二，咱们现在就去找那个没良心的死丫头骗子算账去。娘，算了吧，这不合规矩。放个狗屁！就算你杨翠花改嫁了，那死丫头骗子也照样是你怀胎10月出来的。一个晚辈手里面藏着几十两银子，眼睁睁看着亲娘和咱们李家这些长辈在这里挨饿受冻的，不来孝敬，这就是大逆不道、射天打雷劈的。今天老太婆我非得狠狠扒下那死丫头骗子的一层皮不可。江大丫，你个丧良心的，给我滚出来！是杨翠花，你那个好娘。江大丫，你亲娘在这挨饿受冻，你吃香喝辣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你也好意思提良心？我儿尸骨未寒，你便迫不及待卷铺盖改嫁，2个孩子受尽欺凌时，你在哪儿？你的良心早在狗肚子里化成粪了。我10月怀胎生下她，再怎么样也是亲娘，可我还是她亲奶奶。你私自改嫁，族谱上早就除名了，你连3年孝都没守，现在跑来充什么长辈？你就是江大丫，我是你后奶奶。你娘嫁进我们李家，你就是我们李家的种。这油布棚子赶紧让出来，粮食分我们一半。放完屁了吗？放完了，滚！你敢骂我？我可是你长辈。长辈，杨翠花改嫁那天起，我便没有娘了。现在跑来，晚了。江大丫，孝道大过天年，你不认走到天涯海角也是不孝的。跟我论孝道，我爹死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小牛被打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反了天了，翠花！去告他忤逆不孝，让衙差抓他去下大狱。去告一个不守妇道、抛弃亲生儿私自改嫁的女人，我倒要看看县讨爷先判谁进猪笼。你少拿大话唬人！出什么事了？村长，你评评理，我是他亲娘，他竟不认我，还要赶我们去死。哼，杨翠花，他不认你，你当年改嫁时怎么不把孩子带走？哼！你们是哪个村的？母猪沟的。怎么了？这丫头是我们李家的人。母猪沟的人跑到江家村的地盘撒野。江大丫姓江，是江氏族谱上的骨血。你们李家算哪根葱？血缘断不了，亲娘就是亲娘。亲娘，大梁律法写的明明白白，女子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她男人死了不从子，却私自改嫁，这是重罪。你这当婆婆的也不怕连坐抄家？你胡说，改嫁算什么犯法？大梁律规。夫死改嫁需夫家首肯，族长见证，立字为据。你有吗？没有字据，就是私奔逃妻。真闹到官差面前，杨翠花当场收监。夫家若要追究，直接沉塘进猪箩。你在吓唬我？吓唬你？马队长就在那头，他是吃衙门饭的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请他断一断这大梁的律法。娘，快走！日后他们再敢来，直接来寻我。姐，他们还会来要钱吗？来了也不怕。雪真的要来了。这雪怕是要下一夜。我去砍些柴，棚子里的火不能断。天快黑了，别走远。知道了。兑换3捆柴火，2份御寒药包。柴火不贵，御寒药包加水熬煮，正好给奶奶和三叔公护体。
虽然后背仍凉，但比起外面的人，这里已是天堂。姐，还走吗？今夜不走，明日看天。奶，这饼配肉真好吃。一人一碗，驱寒保命。得找机会弄2副护膝，雪天路滑，老人家绝不能摔跤。三叔公，今天能走吗？雪停了就能走，总比被活埋在路上强。拔营出发！正行。娘，你走啊！娘走不动了，别管我了。若没有将醒这丫头，今日躺在雪窝里等死的，便是我这把老骨头了。逃荒路上，老弱病残是第一批被抛弃的，但我们家一个都不会省。趁热喝。大丫，在吗？娘醒！我家棚子塌了，妞妞她没气了，我求求你！进来。把孩子放下烤火。喂下去，驱寒的。天亮之前，你们必须离开。这袄子虽旧，总能挡挡风。走吧。今天必须拔营，天边云层又厚了。走。姐，这路好滑，坐着别动。江大柱家早断粮了，周息如水，周氏饿得形如骷髅，连毫的力气都没了。江青山瘦骨嶙峋，却还宝贝似的护着那几本熏黄的书，眼睛不时往陈秀才那辆垂着车帘的马车瞟。看着江二柱一家，刘氏精打细算也撑不住了。江来福寿脱了相，江雪群更像根风中摇曳的竹竿，成了刘氏身后的哑巴影子。这鬼天气！杨翠花一家自上次被骂后老实了几天，但李婆子那双三角眼一直在打坏主意。翠花，你那死丫头真不认你了？不认。听我的，咱们不找她，找那个小崽子。小牛是你肚皮里出来的，你多拿点吃的哄哄，叫几声啊，她心一软跟你走。那死丫头还能不乖乖把粮食送上门？我回头试试。小牛，娘给你熬了粥，趁热喝。不用了。光吃饼子噎，喝口粥顺顺。不用了。我是你娘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
他说了不用，你耳聋了。江大牙，你别太过分！改嫁那天你就不是他娘了，别来演戏，滚！哟，这不是翠花吗？又来认亲了。上次被村长骂得不够爽，快走吧，别癞蛤蟆跳小背，恶心人。姐，他还会来吗？会，但别怕。我不怕，就是觉得他挺可怜的。村庄前面有村子，有人家，有粮食。不对劲，这村子周围没有半块旱地、水田，甚至连菜地都没有。那些茅草房簇新，像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。一个不种地的村子，靠什么活？村长，那个村子不对劲儿。哪里不对劲儿？没有田，没有地，房子太新。马队长，这村子周围连块田都没有，不对劲！你管它田不田的，兴许种在深山里呢。这么多天没见人烟了，大家要买粮，你拦得住？沈才厚，你当村长当的胆子被狗吃了，有粮不吃，非说不对劲，你是见不得大家活命。那村子不对劲儿，留个心眼儿，东西别离身，愿意信的，一会儿跟着我走。冰天雪地，这群村民衣着单薄，却不见瑟缩，手脚不红不肿。各位官爷、乡亲，逃难辛苦，今晚就在这儿歇脚。我们各家凑点粮，给大伙煮粥，吃顿饱饭。多谢！快，腾空房子，有孩子的优先安排暖炕。哎呦，这孩子真白净！走，去我家睡暖炕。不用，外面冷，孩子怎么受得了？我说不用。丫头，你到底看出了什么？他们一整个村子，没有一个老人。逃荒路上，什么最缺？今夜合衣而睡，东西别稀皆损，随时准备逃命。姐，他们今晚会动手吗？不知道，太安静了，不正常。嘘。走。快跑！有危险！三叔公，你们沿官道一直跑，天亮找地方躲起来等我。你要回去？衙役手里有文书，没他们，我们到了西南也是黑户。星儿，你不能去！奶奶，我很快回来，走。活着的人跑！江大牙，快带我们走！滚！再挡路，连你一起杀！
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从边北逃荒来的。来了多久？为什么吃人？2个多月了，没吃的，饿疯了。前一批人呢？也是逃荒的，早你们10几天，被我们杀了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自然是逃荒的。走，回去集合。三叔公，村长！脱臼了。我知道。谢了。沈德厚，你还有脸站着？你既然知道村子不对劲，为什么不通知我们？你带着你的人跑了，管过我们死活吗？我媳妇儿没了，孙子没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通知了，一家一家通知的。通知个屁！你就是在害我们！对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们要是知道，还能跑出来几个？你是村长，你不管我们死活，马队长也不管。干什么？都给我退后！一群蠢货。再闹一个字，我送你去跟家人团聚。我没提醒过吗？扎营前我挨家挨户警告过村子不对劲，东西别离身。谁听了？现在人死了怪我，我能把刀架你们脖子上逼你们信？那你也不该只管自己跑。就是，你带着你的人跑，不管我们死活，凭什么你们毫发无伤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？不怕死的，尽管上前。都听好，死人不能复生，活人还得喘气儿。哭够了就站起来收拾东西赶路。谁觉得死了比活着强，我现在就送他一程。各村领头人清点人数。李家村27口，王家沟52口，周家寨44口，江家村413口。收拾东西，继续赶路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大牙，你在吗？找你有事儿。三叔公，你们先做饭，我去一下。明天就到关决口了，过江分2路，一条去中南，一条往西南。怎么了？去中南的只有不到100户，带他们的牙医全死在村里了，文书也丢了。没有文书，他们连中南府城的门都进不去。那怎么办？你有什么主意？问他们愿不愿意自己走中南，不愿走的，那吃人村死了好些人，身份文书都成无主之物了，迁务到了府城才核验。路上只要他们自己不说，顶替那些死人的名额走西南，谁查得出来？好计策。从前是我狂妄，若那天听了沈村长的话连夜走，我那几个兄弟也不至于枉死。那天是江丫头提醒的我。大家早些休息，明日赶路。青山，你娘1天没吃了。
你闺女吃肉，你在这儿喝西北风。吃人村杀人的事定是吹牛，她一个丫头片子怎么可能杀人？有本事去要啊！待你们的衙役死了，文书丢了，你们要么自己过江去中南碰运气，要么顶替死人的身份，跟我下西南。我们去西南。马队长，在下愿随队伍下西南。大丫，救救妞妞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这妇人这几日悄悄在我车旁放几根干柴，一把野菜，虽然微不足道，却是她能挤出的全部。一碗水煎成半碗，去吧。感谢。船上鞋不保暖。都看见了，再饿下去要出大乱子。那些人的眼神跟狼一样。见过血的人没了人性。你有什么主意？钱家，他们驴车上满是粮食，天天炖肉香飘满营，那些狼盯着的是他们。你去找陈秀才，让他出面劝钱老爷卖粮。怎么劝？按人头限量，定个大家买得起的价格。现在离西南府城至少还有1个月，真等难民饿极了眼暴乱，钱家那点粮食保得住命。钱老爷是个聪明人。我这就去。我去让各家归拢碎银铜板。你去跟你那富贵闺女要几两银子，不去我就休了你。嫂子，江大丫天天吃肉，你家却喝绿汤，她可是你亲侄女，你跟我一起去要粮。少挑拨，江醒救了我们全家性命，我敢去要粮，那是找死！滚！嫂子，大丫有粮不分我们，她好歹是江家骨血，你被休关我屁事！你这贱人，当年你跟何大亮在后山偷情，还把大房的粮食往野蛮子家送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再敢脏我的地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滚！江大丫，你给我出来！听见没有？我有话跟你说。说。我是你娘。废话少说。我生你养你。你生了我没养我，爹尸骨未寒你就跟野男人跑了，现在来装什么娘？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你还有脸来？老太太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害死我儿子，现在还要来害我孙女，你当我是死的？江老三是自己死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让人打我，我是你亲娘，你不怕天打雷劈？你来干什么？要粮还是要钱？大声说出来，让大家听听。不说行，刚好省了我的事。我和小牛要跟你断亲。不断，天底下没有这道理。江大丫，孝道大过天，断不断亲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就是丫头片子敢不认亲娘，天理难容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何大亮，你跟杨翠花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我爹还没死的时候，你们就在后山树林破庙里苟通。杨翠花，你不守妇道，卷走我家钱财，连丧期都不守，就迫不及待爬上何大亮的床，你配当娘？你胡说！我可以作证，杨翠花这贱人早跟何大亮有一腿，我还撞见他偷拿大房的粮食去倒贴野寒子。你血口喷人，我儿子清白的很。儿子德行你不清楚，当年逼着前头那个威胁媳妇儿大肚子干活难产死，现在又勾搭有夫之妇。杨翠花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我儿到底哪里对不住你？官爷，这家人忤逆亲娘，还污蔑我清白，我要去府城告状。哼，告状？去啊！我先问你，杨翠花改嫁有夫家同意和族长立自拽吗？大梁律法，私奔逃妻，按律收监。情节严重者，直接进猪笼。断亲，拿500文来。大亮，
不断等着进主播吗？500文拿来！段亲书我来写，从此生死无关，各走各路，按手印。拿着钱滚！奶奶不哭。去买便宜的糙米。买粮。哼，100文一斤。别人不都是10文吗？对你家就是100文一斤，爱买不买？买1斤。这种人，卖给他都是糟蹋粮食。老子去讲理，凭什么坑我？别打！钱老爷，你凭什么针对我家？这是逼我们去死！我的粮，喂狗都不喂你。你歹毒！别打了，我错了。都怪姜大牙，若不是他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卸车，人扛过去。空手也是走，不如提点东西。没事。奶奶！这雨再浇下去，今晚得倒一批人。树下是干的，带人进林子。我奶奶发烧了，你慢慢想。我要带我家人进山。算我一个，我也带人进山。我又没说不同意，凶什么凶？所有人手挽手进林子，别走散了。这边崖壁下有山洞，是先一步逃难至此的流民。这洞是我们的，想进来躲雨行，1袋粮换1家人的位置，公平买卖。我们是关衙押送的难民，借地躲雨，雨停便走，要不了1袋粮。你们这么多人挤进来，踩脏了我们的铺盖算谁的？1袋粮算便宜你们了。你们带的粮不少啊，这样粮多的加1袋，有腌肉的切1块，1袋粮换1家人，不贵。没粮也行，拿衣服、铁锅底或者拿人底，我们也不嫌弃。山林乃无主之地，我们不愿节外生枝。1家1小捧粮食，算是买个清净。不让，就直接动手。1小捧，你打发掉花子呢？再啰嗦，1粒都没有。我们1家1捧，够你们100来口人吃上几天。识相的滚开，若是不然，就把你们全杀了。行，1家1小捧。让一让。
娘，求求你，给我点药吧！我孩子烧的不行了，再拖下去他会死的！求你了。药已经没了，我也只剩那2包，全给我家人喝了。你刚还熬了药，姑娘，你也有弟弟，你忍心看一个孩子活活烧死吗？我家人也命悬一线，我不忍心，但我没多余的药。你们都看看，这女的见死不救，她包里藏着药，自己家人吃得香，眼睁睁看着我孩子等死，你们评评理啊！我亲眼看见的，在关渡口他就给了这寡妇好几包药，给外人都不给我们，我闺女的命不是命吗？你凭什么不给我？人家的私产，给谁是他的本分，不给是他的道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这里强抢？滚回去！哎，别吵了，把孩子抱过来，老夫给把把脉。明日天亮，我带人进山采药。这林子植被密，定有异草紫苏。风寒若成了疫病，这洞里的人一个都活不了。好，明日我带人跟你一起去。老朽顾某，洞里昨夜又病倒到好几个，发热的有40-50号，老朽的存药顶不住了，愿随姑娘同去认药。好。这是艾草，那边是紫苏，这边还有荆芥，那边是防风。你们咋一眼就认出来的？我看着都差不多。呵呵，行医几十年，眼睛比手快。这点分量撑不了几日。唉，洞里病倒40-50号人，这些远远不够，得回去发动人手，再来一趟。那还等啥？赶紧回！都听好了，现在缺药，病倒的越来越多，光靠几个人采药不够，没生病的、有力气的都站出来。吴老大夫，江姑娘，你们安排。大家听我说。兵分2路，老朽带一队去北坡，地势平缓，安全些。我带另一队去南边深山，那边路险林密，但药材更丰富。南边太险了，我跟你去。大姐，这叶子背面发青的是蒿子，背面发白的才是艾草，别混了。蒿子入药没用。哎呦，多亏江姑娘提醒。这是黄精，能吃，煮熟管饱。这边有能当饭吃的黄精。看这个蕨根，挖出来洗净打落，沉淀出的粉能充饥。还真有，这是果根，比蕨根更顶饱。藤粗叶大，根扎得深，挖的时候得费些力气。力气我有的够，兄弟们，上！这叫土茯苓，煮熟了有粉，也能填肚子。留小挖大，别绝了根。天哪，活水！边缘光滑无杂草，是蛇窝。冬眠的蛇身体僵硬，正是白捡的肉。那是蛇窝，天冷蛇在冬眠，用木棍挑，石头压头再砍，千万别直接用手抓，那毒蛇也不能碰。蛇，老子今天吃定他们了！老子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肉。蛇皮留着，蛇胆放碗里，有大用。江姑娘，哪来的兔子？刚瞧见兔子洞，顺手抓的。大家带上东西回去吧。你们这是把山神爷的宝库给端了！这蛇胆可入药，给重症的喝。小姑娘懂得真多。大家可以上交1小把薯香面，半块干姜、干蘑菇什么的，没粮的就主动劈柴挑水。
给大伙添口浓粥。谢了。开饭，大家有序排队。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都有的。凭什么他们吃肉？这附近的野菜早被我们挖光了，他们在哪儿找的蛇？去看看。我家呢？凭什么不分我家？凭什么？蛇是江姑娘带人找的，你家跟江姑娘什么关系？断了亲了，也好意思来要饭？滚！三叔公，奶奶和小牛都在病中，光喝粥不行，必须吃肉补身体。江大丫，你在吃香喝辣，你娘连口汤都喝不上，呸！丧良心的！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再骂就不要怪我了。你看看这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病成这样，就是拖油瓶，活不了几天的。你把好东西给他们吃，就是糟蹋，不如让他们自生自灭，省下粮食给你何叔养伤。大亮，你怎么了？滚开！杨翠花，你下次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这把刀就会捅穿他的喉咙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。急需透骨草、牛膝、红花，新鲜的药力才足。明日我去寻。不能再等了，已经耗了2天，粮食彻底见底，再耗下去，不用等病死，全得饿死。发烧初退，底子急需，若半路遇雨旧病复发，要出人命。最多再等2天，2天后天塌下来也得走。江姑娘，老夫跟你同去，老夫认的那几味药能帮上忙。好。江姑娘，我们跟着你上山挖野菜，绝不添乱。米缸早空了，孩子饿得直哭，求您让我们跟着吧。深山有野兽，生死自负，我不管人。这个天麻品相绝了！老天爷，这石斛品相少说值2两银子一根。江姑娘别急，这才1上午光景，等下午咱们往深处走，准能找到你要的药。这下够吃好几顿了。我这边挖了1窝土物灵，个顶个的大。哇！不好，要下暴雨了！这山里的雨来得快，来得猛，山路一冲就断，得赶紧往回走。江姑娘，下雨了，回吧，再往里头走，万一山洪下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们先回，我还要往里走一趟。老夫陪你。药没找齐，就这么回去，我半道上绝都睡不着。透骨草、牛膝还有红花，这是野猪群的拱痕，新鲜的，快走！碰上就死定了。江姑娘，不要命了！山药藤周围10几棵树都有，野猪只是拱开了表层，这是野猪为过冬储存的粮仓。这是什么？野山药，这玩意儿药性不如党参白术，不值钱，你挖它做甚？烤它，不9蒸9晒怎么入药？山里人当粮食吃的，又甜又腻，吃半根竟然有饱腹感，这哪是药，这是粮食啊！这一片有多少？少说2000斤，
深处还有2000斤，够全洞人吃上半个月。江姑娘，这消息你打算怎么处置？这可是能救命也能催命的东西。我不打算独吞，明日叫上青兆年，按疗分配，出力挖多少就分多少。好，回去就让马队长点人。成了，快敷上。凉兮兮的，那股胀痛总算往下退了。这药来的不易，辛苦了。人缓过来比啥都强。奶奶，我去找马队长说点事。好，你去忙。马队长，借不说说，南山密林有野山药，量极大，少说2000斤，深处还有。山药我知道是药，真能当粮食吃，大伙儿饿极了，吃坏肚子不是小事。能，我和顾大夫试过了，烤熟软糯管饱。那怎么分？分不均可是要翻脸出人命的。各村自己定，出多少劳力挖多少山药，谁出力谁受益，不愿出力的就留在洞里。好法子，各家管各家，谁也别眼红。就这么办，你跟我一起去说，你是发现人，说话比我管用。江姑娘在南山发现了2000斤野山药，能当饭吃，管饱。那还等啥？明天一早就挖，我家周西的照人影了。但有个问题，洞里病号多，劳力少，如果让少部分人挖了均分，出力的人绝不乐意。所以各村管各村，愿出力的明早上山，挖多少归本村自己分，谁也别占谁便宜。公平，我陈家沟没意见。永州辽民叫不叫？先不叫，山药是江姑娘发现的，咱们先挖，他们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他这是也想去挖山药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挖山药。山药是江姑娘发现的，你们那天霸着山洞收我们的粮，现在还想占便宜，脸呢？顾大夫也是我们永州人，他也看见了，凭什么不让我们去？都闭嘴！山林是无主之地，你们要挖我们拦不住，但老子丑话说前头，上山各挖各的，谁敢偷抢别人麻袋，老子的刀不讲情面！哼！就是这个。成年公猪不止一头，刚走，这里是他们的粮仓，一定会回来。你一个人跑这儿来干嘛？发现什么了？新鲜的。他们还会回来。明日天不亮来守。好。走。中了，没死。伤成这样还能跑，命真硬。我去补一刀。别去，垂死挣扎最要命。哼，一头半死的猪还能翻天了不成？他娘的，这畜生还会装死！小心，这畜生比山匪还狠！江姑娘，你这身手到底……这他娘的是什么怪物？豪猪比野猪凶残10倍，背上肩带倒钩和神经毒素，正面硬镐必死无疑。散开！活阎王，你是真正的活阎王，换我早死透8回了。2头猪够全洞的人吃半个月了，江姑娘，咱们这趟值了。你先处理，我去洗个手。别动！马队长，2头猎物，兄弟们笑纳了。永州辽民里那几个壮辽力，为首的竟是这不起眼的霍牙。300多斤，够吃1个月了。放心，兄弟们只求财不要命。
你乖乖待着就是。哼，你们惹错人了。去死！你又救了我一命，还愣着干嘛？班猪，得令。娘哎，快来看，江姑娘跟马队长又打了2头猪。上次吃了蛇肉，今天能吃到猪肉了。这野猪是我打的，我要留着自己吃，没有分的打算。凭什么？你要不要这么自私自利？大家都是逃难来的，你不容易，我们也不容易。你打了2头，给大家分一点，怎么了？大不了你自己多分一些，剩下的匀给大家，又不会让你吃亏。这猪是我用命换来的，你们想吃，山上还有野猪，自己去打。要是谁敢动这2头猪的歪心思，这把短刀立马就送你们去见阎王。我的那份，今天分一些出来给大家吃。虽然我出力最多，但他好歹挨了打，分半盖是应该的。刀给我，今天处理完，明天就得出发了。江丫头，这豪猪的刺可是好药材，能清热解毒、消肿定惊。你要是留着没用的话，能不能让老夫挑几根完整的？随便挑，喜欢哪根拿哪根。这得挨多少下才能换来这些肉？村长，这些日子多谢你照应。江姑娘，这太多了，你先管自己拿着。你说他是不是白眼狼？他打了2头啊，给了外人都舍不得给我们，你也不说说他。好歹咱家青山以后考个秀才中举人，他现在送上门巴结才是正理，怎么反倒要我们去求他？你想去自己去，别带上我。要是咱们没闹翻，那些肉现在该是咱们家的了。南平县，前面就是南平县了。妹子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这口音太熟了，前世在西南生活了好些年。江家村，从北边来的。姑娘这西南话说的地道的很，也是西南人？不是，跟人学的。看见没？城门关了3天了。前阵子有波难民混进城，半夜里营外货抢了好几家铺子，闹出了人命。从那以后，守城里谁都不放进去，咱们只能在城外干耗着，等上头松口。三叔公往西边走，牛不要了，粮食给我。三叔公，你扛棉被，东西多跑不动，再不走，全家都得交代在这里。是不是江丫头？快，从左边进来。荆棘林左边有一条窄缝，后面有个隐蔽的小山洞。你们在里面躲好，别出声。杏儿，你不进来，身后有麻烦，必须在靠近家人前解决掉。哟。居然是个小娘们儿！喂，你刚才是不是带着一家老小往这边跑了？把粮食交出来，乖乖跟我们回黑风寨，哥儿几个就饶了你家人。先收拾了这娘们儿，再去找那一家子，人肯定还在前头。这小娘们儿还挺辣，来，让哥瞧瞧你能把刀握多大。这洞是刘木匠发现的，顾大夫起夜听外头不对劲，赶紧叫醒了我们。逃跑时他还朝你家扔了土块，老夫差点没跑掉，应该叫醒你了。别动，是我。我就知道你不至于。闭嘴。大腿一刀，肋下一刀，后背一处钝器伤，万幸都没伤到脏器，还好伤口包扎的及时，不然光流血就能要了他的命。江丫头，外面到底怎么回事？城门口那些难民到底是什么人？那帮土匪奸淫老掠，伪装成难民引我们放松警惕的。
听耗子是黑风寨的人。难民？白日跟我搭话的男人说的是地道西南官话，根本不是外地难民。他们和被赶出城的流民合流，守在城门外专抢后来的难民，同时跟城里兵力不足的县令打消耗战。堂堂一县衙门，被土匪困在城里出不来，县令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咱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安生下来？有内鬼，这群人不是土匪。将这些俘虏分开审问，问不出个1、2、3，拿你试问。是。审出来了，山匪原定2日后攻城，因探子撞见难民中的伏虎马车，黑风寨2当家临时起义劫绝，这才引发混战。而且大当家邹世康真正目的是杀南平县令程地口复仇，曾是县狱司长，未婚妻被县令之子程应勋逼死，他告状不成，反遭诬陷入狱，父母惨死。越狱后落草黑风寨，蛰伏5年，只为途进县令满门。昨夜邹世康趁乱血洗县衙，我们赶到时，宅邸已烧成火海，程家父子一死一浮尸井中，但邹世康活不见人，应当已经逃走。知道了，好生照看难民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方圆百里继续搜，务必找到邹世康。另外，程元帝一家的尸首好好收敛，不管他生前行了什么，死了总该有个安葬的地方。大人在想什么？若是当年程元清肯秉公办理，今日这南平县何至于此？马队长醒了，好些了。南平县所有活着的山匪已被抓入大牢。昨晚是川城县的县令和县尉带兵来支援的。城门现在开了，但城内情况也不好。原南平县令一家被山匪全部杀害。县令一家都死了，这什么世道啊！连县令都保不住命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往哪儿去？都收拾东西，先去南平县城里集合。回去了也可以看看还有没有能找回来的东西。别看了，都跟我去登记。马队长伤重，我带大家去城门口找管事的人。文书在怀里，分到西南的护帖上有。马队长伤重，劳烦行个方便，先给他入册。护帖都在上头。放行。都是你们这些臭难民！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好好的家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你们怎么死在外面？你有本事去找真正的罪魁祸首！那帮土匪在城门外混了半个月，你怎么不去骂？刀在人家手里，你不敢惹，倒是有脸吵我们这些逃荒的撒气！吵什么？再吵！难民滚出城门！老姐姐，张秀英，招娣，你也没事儿？咱们好多年没见了，我这把老骨头了，阎王爷不收我。老三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你这命也太苦了。好在大丫是个有本事的。是啊，我家醒儿又懂事又孝顺。姨奶，醒儿，小牛，快来见过你姨奶奶。三叔公，你不用难过，等我们到了新地方，小牛和阿姐一定会努力赚银子，重新给你买一头牛，买这么大一头，到时候我就天天给它割草，把牛喂得饱饱的，不让你累着。大柱，叔跟你说2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一家老伙就剩叔一个了。以前在村子里叔是怎么对你的，你心里有数。你们得了这么多粮食，就给叔一口饭吃，1天1碗粥就行，行吗？族长，这事儿不成。你说啥？我说不成，不成。江老七，你好大的脸！这逃荒路上你们一家蹭了我们多少回，以前的恩情早就还完了。现在看我家得了粮食，想贴上来白吃白喝，没门儿！周氏，你说这话丧不丧良心？要不是我压着不分地，替青山争取多发布施，你们大房能占那么多便宜，你还得起吗？放屁！你是盼着青山中了举，好让你家免赋税。现在死绝了，想让我们养老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，你再骂一句试试。青山，当年你读书进学，是不是我在族中替你说话？你现在攀上高枝了，就想翻脸不认人？族长，当年的恩情，青山不敢忘。可是族长，这一路逃荒，您家的米不够了，是我爹匀的；车坏了，是我爹修的，算不算数？恩是恩，情是情，算得太轻，倒显得生分了。这10两银子，算青山的一点心意。至于您方才提的事，恕青山不能答应。
你瞧见没？族长也有今天。哼，树倒猢狲散，谁还认他这个族长？昨晚你拖着陈芷兰头也不回的跑了，让我独自遭受土匪欺辱。现在你春风得意，爹娘把你当财神爷，可这些东西是用什么换来的？2件事，今晚就地安顿，川城县会拨粮和御寒衣服过来。明日一早，村长带队凭户籍换新签，领粮。还往西南走，能不能就在这儿安顿？南平县粮仓烧了70%，留在这儿只能饿死。往西南走，到了府城，朝廷会有安置。马队长，手下兄弟还剩几个？都没了。这是我的司令，到了府城若有麻烦，拿去找刘通判。各村按次序来，村长拿旧签换新签，签丢了的先登记，凭签领粮。大人一批，川城县造册核签，领粮单押章，去旁边领1粮。灰布棉袄，1人1件，小孩另算。粮袋在那边，凭单取。张婶子、江丫头，我家就剩口锅了，想跟你们搭伙走，粮食我们自己出，路上就图有个伴儿。我家有锅有碗，粮食自己背。江丫头，你拿个主意吧。哟，江丫头倒是会挑，这几件棉袄摸着比咱们的厚，你少说2句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我没意见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各家出各家的粮，每天2人挖野菜，4人砍柴，3人做饭，所有人轮着来，包括老人和孩子。乡亲们，南平县城外山匪已剿灭，你们安全了。你们须持新签文到西南府城报到，自有人烟影分田。本官已尽数匀出存粮，并派2支小队沿途护送，步行10日可达。这一路颠沛流离，但能活着走到这里的都是命硬的人，命硬就有盼头。到了府城，肯下力气，日子总能过下去。给粮、给衣、给兵，对难民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交代了。大伙儿去里面找空地，原地等待，别乱跑。我去府衙报到，问清楚情况就回来。这都多久了？马队长也该回来了吧？是不是府衙那边为难咱们？你个死老头子，别胡说。不过确实去了蛮久的，都快2个时辰了。都别慌，马队长走的时候交代了，让咱们等着。他是官府的人，有签文，不会被为难。可能是人多排队久，咱们再等等。村长，别让大家干等着，人一闲着就容易胡思乱想。我去打听消息，不管府城什么情况，先把今天过好。砍柴的砍柴，挖野菜的挖野菜，做饭的做饭。江丫头说的对，干等着也不是事儿。我去看看附近有没有野菜。对，该干啥干啥。今天轮到谁挖野菜来着？知道了。你可别犯糊涂，那丫头跟官兵都有交情，你看见没？要是惹她不高兴，撇下我们，咱们一家喝西北风去。江丫头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婶子盯着她，保管把野菜挖回来。半个月了，落户的事半点动静没有，粮车也被劫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？府衙的人说等着，可等到啥时候才算个头？这是川城县批的安置签文，魏蜀的令牌也在手里，怎么又变了？不是说好今日先放一批进城？州府刚下的令，难民暂缓入城，粮草先拨给前线，你的签字先放着，等消息。马队长，情况怎样？府衙说了，安置令和分田的文书都下来了，那怎么还没动静？还有一部分难民没到齐，得一批一批来，不能乱。一批一批来，得等到什么时候？再拖下去，眼瞅着就要过年了。朝廷怎么安排，你们就怎么听。每3日会放1次粮，该轮到你们的时候，自然会安排。这里人少，有些话方才不好重说。府衙现在的意思是，年前先分一批人走，剩下的等年后。若要先走，定然优先最早的难民。是，按正常排，咱们得年后了。
不过刘通判看在赵校尉令牌的份上，愿意松口，给我3个名额，我孤家寡人1个，你1个，剩下2个你看带谁？要是再多，就得按户算，1户2两银子。1户2两。名单已经排好了，家人就有风险，2两银子换年前走，营地里有的是人愿意。况且听说先走的一批分的是靠水源的好地，年后的只能去深山。名单什么时候定？最迟明日午时给我答复。知道了。你往后什么打算？我留在府衙当差，刘通判那边缺人手，你往后要是有什么事来府衙找我，我还欠你1条命。江丫头是不是有啥消息了？府衙年前先放一批人走，余下年后，按序咱们得年后。但刘通判卖赵校尉面子，给了3个年前名额，马大管让我占1个，另2个由我定。若再加人，按户算，每户2两。名单最迟明日午时敲定，他自己留在府衙当差。年前年后我跟老婆子都行，让年轻人先走。我听江妹子的，能年前走最好，等年后也行。我都听江丫头的，这是老夫的2两银子，你收好。那我们家就不客气了，我婆婆年纪大了，剩下的名额就给我家吧。闭嘴，听江丫头安排。 3个名额，我家占1个。三叔公年纪大，算第2个，还剩1个给孙嫂子。凭什么？刚才1个2个都说不要，现在我家要了，你却给孙寡妇，你就是排外，根本没把我们陈家当自己人。就凭这个名额是给我的，我想让谁走就让谁走。孙嫂子干的活是你的2倍，你有什么脸质疑我？若不是看在姨奶奶面子上，早让你滚了。 别想试图挑战我！你疯了！你跟他顶什么嘴？老姐姐也对不住，素梅被惯坏了，别往心里去。除了孙嫂子，剩下想年前走的，1户2两银子，你们想好再答复我。我跟老婆子走，本想留下打听失散闺女的消息，但她身子骨熬不住了，2两银子我掏，到了新地方再接着打听。我们家也走，银子我们出。明早我去找马队长。 今晚的事暂不要外传。除了我家、三叔公和孙道士、村长家、王婶家、陈婆子家，顾大夫愿意出银钱。我这就去府衙递名单，办妥了，让人捎信儿。大家开始收拾行李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年前第1批分配名单已定，念到名字的。 尽快到城门内集结，没念到的留在原地。张三、李四、张秀英、沈厚德。我家比张三他家还早到2日，凭什么有他没我？官爷，我们是同批到的，怎么张秀英他们能走，没有我家？都给我老实点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娘。 以前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是我们该死，求您别撇下我们一家子啊！当初在江家村，你们是怎么对我们祖孙的？我老婆子记得一清二楚。娘，大丫，我错了，我到底是大丫的亲娘，以前是我鬼迷心窍，以前是我不对。杨婶子，你不是我娘，我们已经断亲了。你说我和奶奶是拖油瓶，让我们去死，现在这句话我还给你。 带上你这几个拖油瓶走开，别来碍眼！我领到了72号，我们的号挨得整整齐齐的。我们去旁边空地等马队长。竹牌领了没有？7个号全挨着。行，你们分到的是安西县，这个县地处平洼。 河流多，地也肥，离府城5、6天脚程。你们号挨着，10有8、9能分在同一处。那就好，辛苦马队长了。府衙还有差事，我先走了，以后都安稳过日子。安西县的到这边来，都给我听好了！安西田多地好，物获民丰。到了老老实实种地，谁要是敢偷鸡摸狗，县衙的大牢空得很。 爷爷的刀也磨得快，听见没有？是，官爷放心，我们肯定老老实实种地。对，我们保证遵纪守法。
出发！竹排号67到78号，茅草村的村长领人。你们12户往后就是茅草村的人了。我姓田，你们以前是哪里人我不管，到了茅草村就得守茅草村的规矩。偷奸耍滑、欺负乡贫的，情节严重，直接送衙门判刑。都记住了？记住了，我们记住了。把原职的户籍带上，跟我去县衙换新户籍，备好银钱，换户籍每人100文。咋还要交银钱？这一路走过来，哪里还有银钱？嚷嚷什么？朝廷迁户费没收，换户籍的100文是县衙收的定例，交了这100文，你们才是西南人，够不够清楚？别嫌花的冤枉，年后还有难民要来，到时候换户籍就不是交钱这么简单了。今天换了户籍，衙门还给每户发2斤过年粮食，安安生生过年比什么都强。杏儿，咱们家的户籍写你的名字，还是写小牛的名字？奶奶，让三叔公跟咱们写在一个户籍上吧。三叔公一个人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就应该写在一起。行，这样也好。不过户籍上得写小牛的名字。小牛爹没了，亲娘断了亲，户籍上他就是一家之主。三叔公跟小牛是同族，作为长辈，由同族孙儿赡养，这在衙门说得通。一家之主，小牛，你现在可是一家之主了。三叔公也老了，以后就只能靠你们姐弟了。三叔公放心，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逃荒路上那么艰险都过来了，好日子在后头。姐姐说的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好，走吧，到我们了。旧户籍还有银子交上来，就可以拿上新户籍回去了。太好了，姐姐。我们去外面等着，到时候一起去村里。新的地方，新的开始，能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一切充满了希望。你们今晚先在这儿凑合一宿，明早村里人商量过后，你们再搬家。田小哥，为啥还要等村里商量？咱们不是分到茅草村了吗？商量啥？村里空房子就那几间，怎么分不得？村里长辈们碰头说清楚。你以为是你家后院，想住哪间住哪间？今晚都老实待着，大半夜到处乱跑，被当成贼人打一顿，别怪我。什么东西？问一句咋了？呸！快，趁他还没站稳，咱们挤进去。滚！谁稀罕？早该这样了，一路上挤着睡，半夜连个翻身的地方都没有。可不是嘛，总归是到了地方，分开住，大家都能松快些。男人们挤一挤不碍事，皮糙肉厚的，有个遮风的地方就行。只要不漏雨，打地铺都行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今晚先凑合一夜。各家各户听好了，每家派个代表去村里开会，商议安置的事儿。剩下的人都留在原地，守着粮食和行李，别到处走动。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们看着。哎呦，你瞧瞧这些人瘦得皮包骨头，这是遭了多大罪呀！真是可怜见的。你操那份闲心做什么？这年头谁家好过？本来山上野菜就不够分，如今一下子来了几十张嘴，往后连野菜都轮不着咱们挖了，凭什么呀？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我们是朝廷安排的，换了户籍就是茅草村的人。这山上的东西，谁先挖到是谁的，轮不着旁人说三道四。你们是不是茅草村的人还不一定呢。今儿村里开会，要是大伙儿不乐意，你们就得卷铺盖滚出村子。姑娘别害怕，你不想出村子也容易，嫁给我就成了。长得这般水灵，给我当婆娘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呸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再敢多看一眼，老娘剁了你的眼珠子！不呢！
你们也都瞧见了，这村里不全是好人，往后大姑娘尽量少出门，出去也得有大人陪着。我晓得了。左边是村里唯一秀才，也是吴家族长；右边是村里大姓杨氏一族的族长。几位，你们虽换了户籍，但村里建房的地就那么多，按规矩，想安家宅基地得自己买。不知村里定的价是多少？6两银子。6两银子，上好良田最多2两，凭什么你们贵3倍？田村长，这价钱实在说不过去。这是茅草村，这价钱就是规矩，嫌贵大可以滚出村子。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这分明是在逼我们低头。别急，若觉得贵，村里有几间旧屋可以租，价钱自然便宜些。若是想按正常价2两银子买地也行，每户上交500斤粮食或等价银钱，村里就认你们是茅草村的人。田村长，2位族长，买地是大事，容我们回去商量，再给答复，如何？也好，给你们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给村里回个准话。6两银子1亩，怎么不去抢？500斤粮食抖干净了也凑不出。林老哥说的对，他们张口要500斤，明摆着不想让咱们安生。好不容易换了户籍，倒遇上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上午的时候，混账东西，我找他算账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人家在外头说的混话又没翻墙，你能打上门去？那就这么算了。老大，你给我消停些，咱们初来乍到，真闹出事来，有理也变没理了。这事儿不能莽撞，不过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往后姑娘媳妇出门必须有男人跟着，谁敢动歪心思，豁出命也得让他知道厉害。你们去村里开会商议的怎么样了？村里打算怎么安置咱们？田村长他们说，500斤粮食，口粮全交出去也不够啊。说的好听是规矩，难听就是趁火打劫。一群黑了心肝的东西，张口500斤，怎么不去抢？这银子就是烂在口袋里，也不便宜他们。你给我小声些，要是被有心人听见，指不定怎么使绊子。给我把嘴闭上。丫头，你怎么说？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？各位，这个哑巴亏咱们必须得吃下。咱们一路逃年的就是个落脚处，好不容易换了户籍，不能一上来就跟上百户的大村子硬碰硬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咱们能讨着什么好？反过来讲，只要交了这笔钱，咱们就是正经的茅草村村民。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咱们，还击也好，告官也好，都不用再有顾忌。眼下咱们得先让村里人舒服了，等咱们站稳脚跟，往后他们要是再想欺负咱们，也得先掂量掂量。这笔银子说白了就是咱们的买路钱。粮食现在肯定是交不出来的，只能折成银子。500斤差不多就是2两，这数说少不少，但说多也不算太多。我这把老骨头本来攒了些养老钱，可如今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船翻了我也漂不到岸上。这些银子谁家差多少，先从我这儿拿，等安顿下来，日子好过了，再慢慢还。顾老大夫，这怎么使的？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这点养老钱……什么使得使不得的？你们孩子还小，总不能连个住处都没有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和三叔公走一趟，把这事儿落定。办妥了。田村长见咱们是第一个主动交银子的，夸咱们识大体，村里已经承认咱们是正式村民，而且村里愿意让咱们免费住闲置的房屋3个月，等来年开春再商议胡租或买地。真的？还以为就是买个名分，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。哼，他们还算是会做人。丫头，这张契纸你收着稳妥些。沈大叔、江大叔，出来一下，我带你们去村里看房子。就这儿吧。行，那就定这儿了。你们回去收拾家当，今天就可以搬过来。沈老弟，你们这是不是已经给村里交了银子？交了。糊涂啊！咱们都是逃荒来的，只要咬死不交，村里也没办法。你们偷偷交了钱，把我们晾在这儿，不是把我们给卖了吗？林大叔这话说的不对，交钱是我们自己的事，与任何人无关。你们爱交不交跟我们没关系，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你们想跟村里耗是你们的事，我们不想耗是我们的事。走了。
走就走吧，一群没良心的东西，拍拍屁股就把咱们给卖了。咱们两家挨着，往后有个什么事儿，隔着院墙喊一声就能听见，可不是吗？这路上走了大半年，总算能挨着住下了。这点茅草修一间屋顶都勉强，远远不够。奶奶，外头那片荒地上还有些茅草，我去割一些回来。去吧，小心着些。天快黑了，别走太远。杏儿，你这茅草怎么不一样？这些金黄金黄的，又干又硬，编起来好用多了。荒地上好几种茅草，高处干些，低洼处湿些，我挑好的割的。这高处的茅草就是好，往后专找高处的割。杏儿，今儿是好日子，要不把那些野猪肉拿出来给大家添个菜？好，今儿晚上有肉吃啦！哎呀，我的天，表姨，您这还有肉呢，我来做，保管让大伙儿吃的，连舌头都吞下去。哎，这井出水口堵住了，可惜咱们都不会清理，要是弄塌了井壁更麻烦。我会。水生，你会清井？在老家跟挖井人师傅当过2年学徒，这井堵着不厉害，人下去掏一掏就行。明天我来清理。那可太好了，水生，明天我给你打下手。冬天的根基药性最足，丫头，你明日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山挖药？我教你怎么炮制，拿去药铺卖也是一笔进项。行，明日我跟您一起上山。顾老大夫，您刚才说啥？药材能卖钱？素梅，你过来，明日你也上山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明日还有一大堆衣服要洗，哪有时间上山？一个逃荒的姑娘，愣是养出大小姐做派，装这副矫情模样给谁看？胡氏，山上可不太平，毒蛇藏在租草里，咬了神仙难救。还有那些路贴着悬崖，摔下来磕破脸，我可没办法治。我不去，我说什么也不去。娘，你别逼我。阿姐，你瞧胡婶子胆子也太小了，大冬天毒蛇在冬眠，哪里会出来？阿姐，明日带我上山好不好？我帮你背药材。行吧，上了山要听我的话，不许乱跑。姐姐，我们也想去，我们保证不乱跑。都去，谁不听话，下次就不准跟着了。江姐姐，我也想跟你们一起上山，我认识好多野菜，还能帮忙背东西。小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你姐不去，你还想去？明日上了山，家里的活等着我干，还是等你奶干？我知道了，娘。唉，小这孩子真是可惜了。这肉可真香，快忘了肉是啥味儿了。往后日子再怎么难，也比在路上强。老天爷待咱们不算薄。这是地黄，这是车前草，这个是蒲公英，采多了能换几斤粗粮。铁皮石斛，品相不错。兑换。江丫头，你蹲那儿干什么？蛇窝，赶紧走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蛇能入药，我抓一些回去卖银子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万一窜出来一条，咱们拿什么挡？阿姐，顾大爷说危险，要不别抓了。江姐姐，你会抓蛇，能教我吗？行，我教你，不过你得听我的。蛇在冬眠动作慢，待会儿我用竹棍挑出来，你看准7寸压住，我来装袋。过山黄，江丫头快退！这东西毒得很，会追人咬。这丫头胆子比天还大。装好了，下山吧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多！这山上药材也太多了吧！江丫头，这袋子里装的是啥？鼓鼓囊囊这么沉，不会是肉吧？肯定是肉，让婶子瞧瞧。胡婶子，你知不知道这里头有多少条毒蛇？
你这一松手，咬到人天王老子也救不了。你个不长脑子的东西，什么东西都敢上手去抢，给我滚回灶台边去！我这不是不知道吗？下回不敢了。今儿总算把漏雨的屋顶补上了，东厢房那片瓦也换了新的，后院那口井也通了，井绳换了新的，打上来的水清亮得很，日子总算有个模样了。前些天那破屋顶漏风漏雨的，夜里冻得睡不踏实，今儿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井水通了最要紧，省得天天跑老远去挑水。不过再过几天就是年关了，家里盐和油都没了，粮也撑不了几天。后天逢集得去镇上置办些东西，不然这年可咋过？置办东西？拿啥置办？我兜里比脸还干净。唉，可不是嘛，家里能有啥？缸里最后一把米都煮了这锅粥了。今儿上山挖药材，我看收成还不错。我留意过了，村里那些妇人只挖野菜，不认得药材，咱们正好捡个漏。我琢磨着明天每家出一个劳力，跟我再上一趟山挖一天，后天背到镇上卖了换铜板，年货不就有着落了？哎呦，这主意好，我明天跟您去。我也去，总比干坐着强。盐、油、灯油，米缸里的糙麦也就够吃5、6天的了，得再添些。还有家里几床被褥都薄了，若有余钱，得扯些棉花。你记着就行，到时候咱们凑一起买，能便宜些。明儿个起早点儿，趁露水没干就上山，药材才新鲜。我看了日头，明儿天不亮就动身，赶早走。成，明儿一早谁也别磨蹭。不好！这群难民背着背篓上山去了，山上的野菜还不被他们挖干净了。我还当是抢野菜的呢，闹了半天是在挖野草。这些外族人真是饿慌了，猪都不吃的东西当成宝。小米料，这片谷子像天然温室，辣椒居然没被冻死。阿姐，我们今天抓到了5只野兔，石头最厉害，扑上去按住的。都厉害，够咱们好好吃一顿了。江姐姐，你背篓里装的是什么呀？红红的。先别问，晚上我拿这个给你们做野兔肉，保管你们吃的停不下来。哎呀！我们来做，我们来做。婶子，留2只给我，我来做。那行，不过好生坐着，别糟蹋了。什么味儿这么冲？呛死人了！可怎么又这么香？阿姐，什么时候好？都愣着干什么？吃吧。小手根本不停，好烫好烫，辣辣，舌头着火了，舌头不是我的了。邪门了，又辣又想吃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阿姐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奇怪，可我怎么停不下来？大家刚才吃的叫辣椒，能逼出体内湿气，在这山脚下住着不容易得风湿。这东西药性符里有记载，性热味辛，咱们这边不产，药铺里价钱不便宜，没想到山上居然有野生的。石头弟弟，你力气大，能不能帮小小的姐把药材拿上？我昨晚绣帕子伤了手，使不上力气。陈家姐姐，你嗓子里是卡了棉花吗？咋说话这么奇怪？石头，快！咱们抓的这些蛇可有些分量，快来帮我分一袋。快走开！你怕什么？蛇都扎着口呢。瞧瞧，这过山峰值钱的很。娘，你管他！江丫头，快把那东西拿远些，怪吓人的。江姐姐，你刚才肯定是故意的。走吧。都收拾好了就走吧。今儿是年前最后一个集，去晚了买卖都不好办。从前在老家过年也是这么热闹。药材的事不能拖，我去问问摊主哪家药铺好。
老乡，打听一下，镇上哪家药铺收药材公道些？东头有家永清堂，门面气派，收价也算公道。西头还有家仁心堂，老字号了，就是门店小些。知道了，多谢。东头有家永清堂，西头有家仁心堂，都收药材。两家都去看看，哪家合适就在哪家卖。小哥，我们来卖药材的，麻烦请掌柜的出来看看货。什么药材？先拿出来我瞧瞧。地黄啊，不值钱，你们这成色也潮，一斤最多算10文。市价少说20文一斤，你张口就砍一半，这是做买卖还打发叫花子？哼，你爱卖不卖，嫌价低去别家就是了。哼，不买也罢，咱们走。几位久等了，先把药材拿出来吧，老朽一样一样看。老朽实话实说，药材炮制的不够干，每斤得比市价少算2文，地环18文，黄芩15文，柴胡12文，车前草和浦东樱算30文。这些得单计，品相好，按市价算。这野生的老铁皮石斛品相难得，5两银子一株，3株15两。江丫头可真是能耐，这么好的药材，怎么也不带婶子一起去挖？好啊，不过这石斛有蛇虫守着，被咬了可是丧命的事，婶子可得机灵点。婶子开个玩笑，婶子哪有那本事？王大夫，您这里收不收蛇？有乌苏蛇、过山峰，都分好了。丫头，这过山峰你一个人抓的，无毒蛇300文一斤，五步和过山峰600文一斤。师傅，总共15两3钱。傻了，这是你的份儿。无毒蛇是你帮我一起抓的，按出力算，你该得6两。江姐姐，我拿4两就行了，够我爹买好些粮食了。确定？走吧。爹，给你，跟江姐姐抓蛇挣的。这怎么使的？石头出了力，该得的。陈家去摆摊卖草鞋了，咱们接着买东西。家里米缸快见底了，还得买口新水缸。对，水缸得买，米也得买。家里那口缸裂了条缝，漏水漏得厉害。我家也是。你们去买缸买粮，老夫去买炮制药材的家事辅料。那咱们什么时候碰头？2个时辰后，城门口碰头。老板，这几口怎么卖？大的40文，中整25，小口的有豁口的16文。这2口大的我们要了。这2口中等的归我和老师家。这口我要了，便宜。老板，我们还要买些粗盐和红糖。油灯也得买1盏，家里那盏灯芯烧没了。买，一起买。这么多水缸，你们怎么弄回去？山路挑着走，万一摔了可就全碎了。我店里有辆旧板车闲着，你把沈缸强钱付了，明天拉回去再还就成。多谢老板。我家醒儿要一个人去买粮食，让咱们先去买锅碗瓢盆。你们可有要买的，让醒儿一道给买好。锅碗瓢盆在前面铁匠铺旁边，我们买好了就过去会合。这下够生活一段时间了。
江丫头，你这是买了多少粮食？够咱们几家人吃到开春的。板车和油布是跟粮铺老板借的，明天拉水缸顺便一起还了。都买完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就剩布还没买，我们去买布。我家要4尺棉布，6尺粗麻布，5斤棉花。我家6尺棉布，8尺粗麻布，5斤棉花。我要2尺棉布，4尺粗麻布，4斤棉花。大嫂子，西南这边湿气重，冷起来往骨头缝里钻。您这点棉花怕是不够保暖。我要2匹棉布，20斤棉花，2床被褥。伙计说的对，好不容易有个落脚的地方，总不能先冻出病来。人穿暖和了才有力气干活。给我再加2斤棉花。沈叔、王叔、三叔公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我爹娘已经在城门口等着了，咱们一起过去吧。赶紧出发。新棉布、绣花鞋、新旧花，这些可要不少银钱。都回来了吧？各自去买菜买肉，半个时辰后还在这儿碰头。大白菜怎么卖？3文1斤，新鲜着呢。这2颗都要了。那边韭菜怎么算？韭菜4文1把，要几把？来3把。萝卜怎么卖？4文1斤。这4坑都要了。豆腐摊在哪儿？拐角那家白布棚子底下就是。给我来2块。这是豆腐粉块，以后绝克，2文1块，一共4文。点啥？五花肉10斤，瘦肉10斤。嘿，嘿嘿，好嘞，五花肉和瘦肉都给您分好。这2只猪腿也要了，再给我来1扇排骨，顺着骨头展开就行。好嘞，都给您码好。走吧，天黑之前得赶回去。老哥，赶集买了不少东西啊，才来几天就置办这么多年货，有什么好事跟大伙说说呗。没什么好事，卖力气的活罢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谁知道是偷的还是抢的？这是买了多少？回去再说，奶奶。那么多粮食，这米当真是好啊！陈素梅，小小你怎么过来了？姐，那药材卖了多少？哎呀，我灶上还烧着水呢，回头再说。呀，阿姐，你摸摸可软了。今晚早点睡，这跟记忆里的豆腐差了108000里，也罢。正好自己做铁板豆腐去镇上卖，这日子越过越像样了。奶奶，三叔公，我想了个营生，我想自己磨豆腐，做铁板豆腐拿去镇上卖。能有个营生是好事儿，奶奶给你打下手。做豆腐卖不是不行，但镇上的豆腐不止一家在卖，人家是老手艺，咱们初来乍到，拿什么跟人家争？三叔公，我不跟他们抢生意，我要卖的是铁板豆腐，不是生豆腐。明天从镇上回来我就做，到时候您尝尝就知道了。你说那个豆腐盒子要多大的尺寸？
不用太大，1尺见方就够了，边上留点缝，好沥水。行，等你回来，我差不多就能做好。趁早走吧，来回还得赶路。到镇上把板车还了，水缸拉回来。我跟你们一道去，顺便买点东西。走吧。我要1块铁板，2只炉角，炉藏要深的，好架柴生火。旁边那台小火炉，合适的话也带上。铁板你这要几寸的？炉藏你要多深？铁板按颤板大小做，不用太厚，能平整传热就成。炉藏比寻常灶深3寸，底下留个风口。行，你稍等，你拿好。要点什么？桂皮、花椒、八角，一样各要一些。另外再拿1副小铁碾子，捣玉用的。桂皮和八角是陈货，味道稍微淡些，但做香料还是够用的。行，都包上。小铁碾子有现成的吗？有。人到齐了，走吧。里头的姑娘出来让哥哥瞧瞧呗，躲什么呀？闭上你的臭嘴！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去请村长来评理。你去请啊！你们林家1文钱没交，死皮赖脸占着村里老屋，还有理了？当初就该省那点银子，沈家、何家交了银子就翻了，就咱们家死撑着被人欺负。黄豆得泡一会儿才能磨。火生好了，你那些香料要备是吧？备完再碾成粉，明早做豆腐用得上。可以磨豆浆了。你们力气不够，一边看着就行。我来搭把手。做豆腐大家都有份儿，别让姜鸭子一个人忙活。不用你动手，烧火煮姜，你奶奶在看着呢。这些力气活我们来做。江姐姐，昨天我托我姐卖的药材卖了多少钱？你的地环品相不错，加上车前草和蒲公公，拢共卖了1两多银子。1两多银子，他说就卖了100文。我问他新鞋和新棉布哪来的钱，他说是娘给的压岁钱。江姐姐，我是不是很傻？是挺傻的。做人最重要的是做自己，一味的退让和错弱不会让人同情你。你以为忍一忍别人就念你的好，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。今天拿走你的银子，明天就能拿走你别的。如果你学不会反击，那你就永远都只会被人踩在脚下拿捏，谁也救不了你，除了你自己。陈小小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吵吵什么？你们2个死丫头，闹得老娘刀都差点切手上了。娘，你看看他疯了！我好好的在照镜子，他上来就弄坏我的新鞋，这可是新买的。阿姐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姐？我的药材卖了1两多银子，你在家多懒，我辛辛苦苦挖药托你卖，你回来告诉我只卖了100文，1两多银子被你吞了90成。你用我的银子给自己买了绢花、绣花鞋、新棉布，你问过我了吗？你凭什么？你说完了，那是我应得的辛苦费，要不是我帮大伙儿卖，你连100文都拿不到。我是你姐，用你这点钱买双鞋怎么了？反正你长得也丑，给你用也是浪费。这些东西给我用，那是物尽其用。娘，你也知道，小小，素梅她毕竟是你姐。胡适，你是怎么管教女儿的？不问自取就是偷，没经过同意就拿别人的东西，就是不要脸。这娘是怎么当的？还有你，什么辛苦费？要不是你撒泼打滚，非要去镇上，本来该去的是小小，是你抢了她的位置，还敢要辛苦费？大姑娘一个，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也不怕被人笑话。要是传出去，以后哪个婆家敢上门说亲，谁家敢要手脚不干净的媳妇儿？小小，去把你自己的东西拿回来，奶奶今天就站在这儿给你做主。你干什么？
奶奶，你偏心，你只向着小小，这明明是我的东西，凭什么让他抢走？他偷用了小小姐的银子，坏。天爷，这也太好吃了！哎呦，我来晚了，做的什么呀？这么香，闻着像是白面烙的。哎呀，江丫头，婶子吃不了这么多，3个就够了。你装这么多，这是把婶子当外人呢。婶子吃不够再拿，这碗是给顾老大夫的。这丫头，今儿怎么来了？做的豆渣饼，给您带2块尝尝。这里头装的是毒药，粉末极细，沾上一点就丧命。这个是解毒的，要是不小心碰上了，赶紧吞1粒。您给我这个做什么？给你的防身。你遇事只知道用武力，万一碰上手脚更厉害的，没点防身怎么行？多谢，后天来家里吃年夜饭，我多做几个菜。这豆腐怎么跟咱们平时吃的不一样？揪1块尝尝，直接吃不用煮。你这丫头哪里学来的这些吃法？今晚咱们就吃豆腐宴。沈叔，我打算年后去镇上摆摊卖铁板豆腐，法子和本钱都是我的，我占5成，剩下5成其余几家分。但这事儿我不好自己说，得麻烦您来提。行，我来说，这分账的事儿我能说清楚。哎呀，这菜做的可真入味儿。就是，好久没吃这么香的饭了。正好大家都在，有件事说一下。江丫头打算年后去镇上摆摊卖铁板豆腐，方子本钱都她出，利润她占1半，剩下5成给咱们几家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她能干又肯干，这主意好，我们家没意见。我们跟着沾光，还有啥好说的？只要别让我去吆喝，做什么都行。我没二话。都说行，那就定了吧。这豆腐这么好吃，要是光让江丫头做，那得多累呀！不如把方子交给咱们，咱们也好帮她分担分担。你这眼皮子浅的蠢婆娘，人家愿意带大家赚钱，已是天大情分，你还惦记着人家的方子，你要不要脸？这个营生是咱们几家挣钱的根本。我把方子攥在自己手里，大家安稳分红。但是如果让我知道方子流到了外人手里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江丫头放心，婶子绝对不说出去，打死也不说。老夫出些银钱做本钱，按比例分我红利，几个小的就跟着我上山采药，挣私房钱吧。好，我也去。上石头。明天沈叔和三叔公去村里看荒地，咱们得在春耕前开出来。婶子们跟我上山，把剩下的野生辣椒摘回来，能移栽的先挪到院后暂养。开荒的事儿我也能帮忙，明儿我去后山找找肥地龙来沃土。开地的事，明天我跟德厚去看。种了一辈子地，哪块好哪块孬，看一眼就知道。大家开始吧。好嘞，大家忙起来。把那些还能结的植株挖出来，连根带土挖，回去种在咱们院子后面的背风地里。那些不结果的老株就不要了。这么好的地方真不来了。辣椒地明年咱们自己就有，这地方是野的，等咱们生意做大，迟早被人盯上。与其到时候跟人争，不如趁早挪到自己地里。明年新辣结果前不会再来了。别铺太厚，翻得过来才行。火不能大，闻到焦味就废了。我知道，小火慢烘。这辣椒苗还小，天冷怕是要冻着。得搭个草帘挡一挡。这样能挡住霜，苗子好过冬。试试合不合身，袖子给你多放了半寸，刚好合适，不用再改。哈哈，来了，都备齐了。大家都在呢。我家带的都在了，年夜饭算一份。我家带肉。家里鸡下的蛋攒了半个月，
河里的鱼刚杀的。哈哈哈，老夫没什么可带的，打坛酒凑个热闹。今年这个年是咱们逃荒后的第1个年，吃了那么多苦，能活着坐在一张桌上不容易。来，咱们喝一碗汤当酒，敬还在的人，敬往后好好活着。真奇怪，竟然有了家的感觉。末世来的异魂居然感受到了温暖。你多吃些。阿姐，新年好！走吧，赶早拜年，别耽误了时辰。把荒地的事提一嘴。快进来坐，外头冷，屋里暖和。大年初1，给村长拜个年。客气了，来坐下喝口热茶。新地方住得惯吧？比逃荒路上好多了，好歹有瓦遮头。倒是今儿来还有件事儿想跟村长打听。你说，村委东边那片荒地，我们想开出来种点东西。荒地头1年不上税，1亩地交1两银子就行。你们自个儿带着户籍去镇中司隶处登记，回来跟村里说一声就成。你们是正式村民，该有的权利都有，官府那边不会为难你们。1两银子1亩？对。多谢村长，心里有数了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您忙。德厚，你说田村长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了？三叔公，咱们刚来时他要咱们交银子，后来咱们第1个交了，他就免租3个月。这回雷根结底，是从交银子那天扎下的底子。现在是正经村民，他没什么话好为难。这个香料是咱们营生的根本，分量不能少，必须多备一些。到了镇上，要是能一炮打响，往后生意就好做了。三叔公现怎么走了？那就初6去镇上登记，正好把缺的东西一并买回来。东西带齐了。今天去镇上摆摊不用太多人，三叔公、孙嫂子、德厚叔，我们去镇上，陈家大叔和二叔去开荒地，其余人在家磨香料和辣椒面。咱们都拿好东西出发。就在这儿，快支摊子。香煎豆腐喽！又麻又辣的香煎豆腐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婶子尝尝，免费试吃不要钱，先尝后买。好吃，我们家是从北边来的手艺，5香辣椒面独1份，6文钱8块豆腐带回家尝尝。6文钱太贵了。菜市豆腐才2文1块，这可是猪油煎的，而且今日开张送热豆浆，送完即止。行，来1份，1份香煎豆腐，送您的豆浆，趁热喝，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。王婶子，以后还摆摊，到时候你们来。东西我守着，你们去逛花灯，半个时辰后城门口碰头。连破10关者，赏银10两，另赠走马灯1盏。这位公子已破9关，请示最后一题。怎么不答了？该不会卡在这最后1关了吧？可惜了，前9关都破了。何物生来无骨肉，走遍天下不停留。这不就是影子吗？去灯下看看，那东西总是跟着人走的。是影。哦，方才出言指点的是哪位姑娘？公子，老爷还在等您回去赏灯呢，莫要耽搁了。那声音像是认得那谜底似的。回来了，我这心里7上8下的，能出什么事儿？你腿脚不好，别出来了。平安回来就好。今天生意怎么样？豆腐全卖光了。好，咱们进屋说。今日总共卖了8两银子，刨去5两本钱和赠送亏损，净赚2两6钱。按说好的，江丫头家占5成，其余咱们各占1成，每份2钱6钱。哭什么？赚钱了还不高兴？一天就挣了这么多，从前给人卖苦力1天才20文。往后天天出摊儿，本钱不能总让江丫头垫，
从今天起，每家出100文做宫中本钱，江丫头出分工统一管着。对，就是这家，6文钱8块，特别好吃。豆饼3文钱一个，不好吃不要钱，白面烙的撒了秘制香料。哟，江丫头倒是会挑。来一份6文钱。豆腐滑嫩无腥味，麻辣鲜香，根本尝不出配方。比我做的好吃又怎样？凭什么一来就把生意抢了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这豆腐怎么这么嫩？是不是豆浆磨得细，还是点了特别的卤？豆腐嘛，各家有各家的味道，就是嫩一点，香一点，没啥特别的。你们那个粉末卖不卖？我出高价买。不卖，这是独门配方。您要是想吃豆腐，咱们欢迎；要是想买别的，没有。江醒，那人不会想办法回来偷师吧？他知道豆腐里放香料，谁都能看见。但铁板豆腐最重要的底料是辣椒，只要咱们自己人不往外说，他就算把香料配出来，味道也差得多。唉，我就说嘛，咱们江丫头是什么人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刚才做得很好。那是，这可是咱们赚钱的底气，谁也别想打听走。净赚了3两银子。现在的问题是供不应求，摊子4个人就够了，剩下的人留在家里磨豆子配香料。老夫去跟仁心堂王大夫说了，以后摆摊的笨重家具可以寄放在药铺后院，不用每天搬。这可太好了！村长让各家主事人去议事堂，有事情颁布。朝廷下了文书，眼下战事吃紧，从开春起，每户粮食赋税加征2成。我们才刚逃荒来，哪来的粮食交赋税？这是明摆着让我们死！一点小事哭哭啼啼像什么话？我们杨家在鹤鸣山替县尉大人做工，正缺人手，干1个月活就够还赋税。招工只要70人，过时不候。杨族长的表亲是安宜县尉，杨家在茅草村可谓一手遮天，这所谓的招工，怕是不安好心。你们先回去吧。你这个还没有磨碎，用不了。我手都磨出泡了，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？你要针对我，你就是看我不顺眼，故意为难我。说完了吗？没人强迫你干，不愿意现在就给我放下石就滚，还当自己是大小姐呢？泥腿子装什么大半蒜？江丫头，对不住。漂亮的小娘子要去哪儿啊？哥哥们带你四处转转。你们滚开，别靠近我，再不滚我就喊人了。在茅草村，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用。给我滚开！滚！小娘子，过2天哥哥们再来看你。好了，爹在，谁也碰不了你。多大的姑娘，说2句就跑出去？你忘了逃荒时饿得皮包骨臭的日子了？咱们能吃饱穿暖是谁给的？是江丫头，人家对咱们有恩，要不是看在我这张老脸的面子上，早让我们滚了。我知道她有本事，可我就是不服气。你要是有本事，自己去挣个营生，而不是在这里甩脸子添堵。离了几家人拧成的绳，咱们在茅草村连个屁都不是。今天二拉子敢堵你，就是看准咱们没根基。奶奶，我怕。知道怕就好。你瞧江醒比你还小，人家敢上山抓蛇，你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能让你站住脚的东西。奶奶，我以后不惹他了，大不了我见着他绕道走。赶紧去帮着绿豆浆。素梅被二捞子算计了，险些。天杀的二拉子，老娘跟他拼了！明儿就去堵门，你消停些。去堵门，素梅的名声还要不要？二来子敢堵人，是觉得外乡人好欺负。今天是素梅，
明天就可能是院里任何人。咱们现在是借住，有了地契才算是正经村民，才有底气赶人。这院子不差，直接买下来，开春再翻修。回头我找村长问价钱。开春以后，每户加征2成粮食赋税。赋税都交不起，还怎么买院子？买院子的事先搁一搁，等把赋税理清楚了再做决定。沈老哥、姜老叔，你们快跟我来！那群王八蛋欺负到头上来了，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，你们得给我做主！杨翔，你跑到河边轻薄我大孙女，你还是不是人？爷爷，您别这样说，我现在可是您准孙女婿去了，等着过门孝敬您呢。呸！你个老不死的，年纪比我老头都大，还想娶我家大孙女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娶媳妇热炕头，可不就是美梦吗？够了，都住手！一个村的人，你们还想杀人灭口不成？这是要逼死人家姑娘。村长，这事儿要是真的，就该报官，官府自有王法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老东西，劝你别多管闲事，不然明日老子就爬你家房门。你们家大孙女怕也是水灵灵的。按律法，轻薄民女要挨板子坐大牢。我们逃荒来的不怕死，你尽管来试试。报官就不用了吧，这是家事。听见没有？人家不报官，少多管闲事儿。我们几家人遇到不公平的事儿，就是报官。你们不听，那也是你们的事。这村里的混混当真实在是丧尽天良。那村长明显护短，林家咋能不报官？三叔公，那林家的姑娘咋样了？说是只抱了一下，但以后想要嫁人怕是难了。不对劲儿，这几天街上的人不少，怎么买豆腐的越来越少了？熟面孔多，生客明显少了。昨儿听见2个妇人嘀咕，说什么那边便宜2文，看见我在看他们就走了。明天我就去打听一下。那朱老四当真实在是不要脸，偷学了咱们的营生，便宜2文钱把客人都勾走了。你们回想一下，是不是不小心被人偷了香料粉去？前几天有个生面孔在摊子前站了好久。明天我去镇上看看。撒的粉末偏黄，不是我家的红褐色。大叔，你帮我去对面豆腐摊买块豆腐，我给你1文钱。好嘞。香料未冲，花椒放太多，八角比例不对。最重要的是有一股怪味，像是加了什么不该加的东西。这不对，这不对！你那回跟我说的是这样。顾老、王老，江丫头来了，坐。豆腐摊子今天不忙。镇上新开了一家铁板豆腐，味道不对，我想请二老帮我尝尝里头的香料。花椒、八角等跟你一样，但多了火麻仁和麦冬。火麻仁过量会腹痛腹泻，体虚者连肠子都能拉出来。寻常人吃2、3份，或许只是跑肚。脾胃虚寒的，保管腹泻不止。这2味药，普通大夫能尝出来吗？正经大夫能，普通人尝不出。火麻仁味淡，被花椒、八角盖住了。朱老四的方子一定不是正经大夫给的。这布上画的是缝合术，是一位在边关立下奇功的林大夫的缝合术，救了无数伤兵。我朋友画下观摩图，但我们老是参不透关窍。这针要如何下？深浅怎么把握？咋就缝完线不散？这个打结手法不对，缝完后要用钳夹住线头，反方向绕2圈，力度要不松不紧，贴着伤口，才能平诊愈合。江丫头，你怎么会这些？在老家碰巧见过学了几天，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，您二位自己琢磨，我先走了。江丫头，回来！江丫头咋样？那朱老四在搞什么名堂？朱老四香料不对，价格便宜也是因为用料不同。要不咱们也降价卖4文？不能降，咱们用料扎实，降了就是亏本。
且不能跟劣质东西打价格战。从现在开始提价，8文一份。啥？8文？卖6文都嫌贵，你这不是把客人都往朱老四那边赶吗？照做就是，撑不了几天。这怎么还涨价了？不吃了！什么黑心摊子？这位大哥，咱们家味道如何？您心里数数，觉得贵了，去别家也使得。哼，你拦我作甚？4文钱的玩意儿，吃多了迟早吃出毛病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上来就砸摊子！你这臭丫头，卖毒豆腐害我妻儿上吐下泻，老子今天就砸了这黑心摊子！这位大兄弟是不是有误会？咱们摊子从没吃坏过人。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不赔药费，老子端了你们的家！